嗨，我是马匹，这里是马匹厨房。今天上菜的料理是可乐卤猪脚。猪脚穿烫过后，用菜刀刮去表面角质层，再放到一旁待用。笋干以清水泡发一整天。除了猪脚以外呢，也加入了笋丝与豆干。这里添加的食材任君选择，香料基本盘的葱、姜、蒜、姜、八角，另外我还加入了香菜。当然，如果不喜欢香菜的朋友，就可以选择不用加咯。酱料部分，蚝油、清酱油和可乐。如果有加入可乐，就不需要再加糖咯，因为可乐就可以带来很多的甜味。那我在卤制豆干的时候呢，我都会先把豆干放在干锅里面煸制一下，稍微控一下水啊，让整个豆干里面的水汽可以去除。好，我们先把我们的香料盘都下到锅里哦，用少少的油和小火，慢慢的把香料煸出香味。那你不管是在卤制任何的东西之前呢，我们的香料盘，比如说干香料、湿香料，稍微用小火油煎，让热度去把香料里面的一些辛香因子给激发出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稍微煸制到表面焦黄，可以闻到空气中有非常浓厚的香气，那就可以了。猪脚上色的部分，因为之前我的上色方法是用冰糖去炒糖色，但因为这次加了可乐，所以不能再加糖了。于是这一次的一个上色方式就非常简单的，首先干锅，然后把猪脚给放进去，同样也是用小火慢慢的让这个表面的水汽可以去除。接下来就是加入了清酱油，我这里使用的清酱油的分量是2碗，沿着锅边下去，同样是小火操作哦，不然这个酱油是容易烧焦的。在途中呢，可以稍微翻滚一下猪脚，让它的表面可以沾满酱油。接着就可以加入蚝油，那我这边使用的是香菇素蚝油，因为它的咸度其实没有很高，所以加入的分量呢，其实多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哦。那我这里就是尽量让整个猪脚的表面全部都铺满了素蚝油啊，要注意一下，你这边若使用的是酱油膏也可以，但是要斟酌一下你的那个酱油膏的咸度。如果说是没有太咸的话，就可以大量的使用它是没有关系，因为主要这个阶段是让它的香气以及这种焦糖的色泽可以比较明显。的香菜直接给它盖上去，稍微的焖煮一下，我们就可以准备入锅咯。我这里使用的是焖烧锅哈，那如果你没有焖烧锅的话也没关系，我后面再备注一下，如果你用一般锅子的一个焖煮方式哦。那首先介绍焖烧锅的话，那在这个焖烧锅的过程里面呢，你的食材先后放下去的顺序其实是有点重要的哦。那我会建议说，你先把笋丝放下去，然后再把猪脚跟香料放下去，那最上面的时候再放豆干。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你把豆干放在最底下的话，那如果你的猪脚在豆干之上的话，有时候那个猪脚的重量太重，会把整个豆干往下压，整个豆干沉底的状况，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底部烧焦的情况发生。在焖烧锅的状况里面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食材的先后摆放顺序哦。焖烧锅内食材摆放完成后，将水加至锅内8分马上火炉煮开，用小火煮滚20分钟。那这个步骤呢，主要是要把这个锅内的温度给拉起来。那之后我们再把这里面全部的温度放到焖烧锅里面，然后再让它慢慢的去烘煮。有些朋友会说，可是我家里没有焖烧锅的话要怎么办呢？好的，那这边的话我就可以介绍几个我之前常用的不用焖烧锅的一些方式哦。那首先是你要准备一个炖锅，你这个锅子的保温程度要好，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哈。那接下来你就可以重复一下这个顺序。首先你可以先用小火把它煮滚20分钟，15到20分钟左右呢，再把这个火熄掉，然后盖上锅盖，锅盖上面可以加盖这个棉布或者是这个厚毛巾哦。那主要是要让你整个锅子的一个温度呢是维持在一个保温的情况哦。你的这整个锅子呢就放在火炉上面加棉布，让它的温度维持在一个60度到8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焖大概2个小时左右。那你重复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去先加小火煮滚加热它20分钟，然后再熄火加上锅盖棉布之后呢，放在火炉上面焖，让它焖着，然后
2个小时，你重复这样的一个步骤哦。那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步骤哦，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它的一个温度呢，没有拉到太高哈，它炖煮出来的肉的成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要注意一下，锅内的那个水量起码要个7、8分满。你如果说锅内都没有水的话，对于它有一些蹄筋啊这样的一个软化的程度呢，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明显哦。这样反复操作的过程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一般的锅子的保温度当然是不会有像焖烧锅那样的一个持温度这么好，所以当它的温度降下来以后，一般的锅子就必须要重新的加热。那重新的加热以后呢，再重新的保温，维持在整个锅内是一个焖煮的状况哦。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是没有焖烧锅的朋友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使用看看这样的一种方式哦。那当然这里面细部的操作很多的选项呢，是根据你的炉具还有你的锅具的不同，它会有一些细微的改变。于是我是大概的讲了一下这里面的一个过程跟原理，那它其实它里面的时间啊跟它的这个次数啊都是可以去调整的。好的，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焖烧锅的小火煮20分钟时间也到咯，那马上给它熄火，接着将焖烧的内锅放到外锅里面啊，这是一个合体的过程。然后就是等待的时间了，焖烧锅本次的等待时间是3小时，对，就是3小时。那我知道如果说是加压锅或是高压锅的话，可以缩短这整个卤制的过程，但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要去达到这样的一种皮酥肉烂的效果的话，起码2个小时以上是跑不掉，3个小时是比较保险。时间越久越往上走，一定是效果会更好。6到8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长呢，在压制或者是卤制，在没有高压锅那以及这个一般家里厨房的条件下，肉类食材的情况呢，这样的时长其实是蛮常见的哦。3小时转眼就到了，又到了开讲开锅的时间了，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步骤哦。好，那我们来打开它。那么打开这个焖烧锅都可以看到说，哇，这个豆干的颜色都已经上去哦。那猪脚的部分呢，刚好是在一个这个肥肉的部分皮还算蛮 Q， 那瘦肉的部分也都有煮烂，但是还不至于整个很软掉哦。那这是一个3小时的焖烧过程，那属于是比较喜欢吃稍微口感 Q 弹一点的这个朋友。那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更加软绵、更加化开这样的一个口感的话，那你的焖烧时间就绝对是3小时以上再往上加了哦，瞬间成为卤味富翁，有没有？所以我说你这卤这么一大锅的话，大概可以吃1个礼拜哈，开玩笑，大概3天啊，我觉得3天就全部烧完了。同样的一个操作底下呢，你可以加入的食材选项很多。那比如说什么萝卜啊、卤蛋啊，这豆制品不用我再说了哦。这个大量的你在卤味摊看到的东西，基本上你都可以丢到里面去，自己去重制出来哦。也许你会问说，马皮，那我要怎么样去判断我这个肉的状况是好的呢？那个筷子稍微搓一搓那个皮哦。那基本上你的筷子可以戳进去那个皮，可以戳进去那个肉的话，这样的一个熟成的程度，这样的一个焖烧的程度，我觉得是就蛮 OK 的。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你看你这个骨头跟肉之间的脱离的状况是不是很简单哦？那你看我现在是直接用叉子哦，直接用叉子就可以把这个猪脚里面的大骨头给它挑出来了。如果说你的一个焖烧的时间越久，软化程度越高的话，它的这种骨肉分离的指数就越高。在更理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是你直接用筷子就可以把肥肉给夹断。对，你直接用筷子就可以把肥肉给切断哦。那这个是有的哈。但是因为就是我家里的人他们吃的口感是没有要到那个程度啦，所以也就是3小时这样的一个 Q 弹状况是他们可以接受。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本期的焖烧锅版可乐卤猪脚。好，那我们本期的可乐卤猪脚都到这边差不多了。
那当然马匹厨房呢是一个马匹喜欢到处走走啊，找一些食材啊，或者是跟食物有关的一些故事，那又或者是一些饮食文化上面的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本期的内容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马匹厨房，我是马匹，我们下次厨房见咯。